我用冷漠伪装自己的叛逆，我扯掉标签，抗拒定型。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创造梦境。我们梦游，我们相遇，我们相互拯救。我们是陪你闯荡复杂世界的梦游小姐姐。欢迎来到梦游小姐行走中，这里是30世代的自在角落，我们透过多元的观点，陪你一起探索自我，体验人生。好，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一个来宾，哇，我真的觉得太有趣了。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，然后我觉得。其实我就是在那个 Acupass 上面，我想要找一些那个咖啡手冲的课程。And then 我就看到有一个很可爱的女生，她就是办了一个西藏成都的一个旅游分享会。然后她不是旅行社，因为通常都会是旅行社去办，对，想要卖行程啦。对。然后我想，她其实就真的就是她是个人的纯分享，对，纯分享。而且她开了2场，就一场是台中，一场是台北。然后觉得哇，这个人分享欲那么浓烈，而且她就很喜欢独旅。然后 anyway 还有很多输出，所以我决定就把他邀请到现场来。那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叫 Lina， 其实就只是一个平凡上班族，然后很喜欢出国旅游玩耍的一个女生。对，然后会想要办这个，其实就真的只是因为。他分享欲太强了，有我感觉到他本人真的是非常的活泼。那你可以分享一下，你当初其实去西藏成都，然后旅游了大概将近1个月的时间嘛？对。那你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因为你是裸辞去的，对，有什么契机吗？就是因为那时候是疫情结束快结束的时候。然后刚好公司上是有一些心境有点想要转化，然后再加上疫情时间看了很多 YouTube， 然后又不能出国，然后就一直想那如果我可以出国，第一个地方我想去哪里？对啊，然后我就看了很多，因为我喜欢历史文化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些 YouTube， 就发现四川是我很想去的地方。哪一个点吸引你？吃那个你喜欢吃辣，你喜欢吃辣，就是那里的川麻辣是我很喜欢的焦香，就是椒麻，对。然后再来就是我喜欢古文明，就是像三星堆，这种古文明的东西。然后还有那边也有藏文化，跟西藏有关的，对。然后我就爬文，就突然发现，西藏在四川旁边，好像没有这么难呢。然后我就爬文，没有那么难去，虽然他进去要入藏函，对，但是仔细爬文就觉得，其实应该没有那么难去，他不会阻挠你，就是没有什么困难的，你只要确定你的行程有台胞证，其实就可以进去了，就可以办了。对。所以你那时候其实就想说，工作压力好大，你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旅行去让自己休息一下、沉淀一下心情，所以你就勇敢裸辞，然后就开启了1个月。为什么是1个月啊？就是你原本就有想说要1个月吗？原本没有，原本只是想去西藏，然后就邀朋友。对。然后朋友们就只能10天左右，就9天10天，然后我们就是这样规划。对，后来我就越来越觉得，好想都到这里了，好想再去哪里，都到这边了，都到成都到四川了，于是我就决定自己加长自己的行程。所以你是改机票，然后再加长行程？没有，就是一开始就还没有买机票，就是计划去西藏，因为我们是前年就规划。我们规划期长达1年，我们才去。对，因为我们8个人，时间上要巧，然后再加上我想要去的时间，原本是2月，就是过完年那个时候，是我当时工作的淡季。但是2月的西藏蛮冰冷的，是西藏的大淡季。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再延后一点，所以我们才讨论改成4月的时候去。对，所以原本9天的行程，然后你就后面再加上了自己独旅的一些行程。那你那时候在想要独旅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紧张？还是你其实有尝试想要找其他朋友，但大家都不行吗？没有，我没有找任何人。你就想独旅是不是？默默的准备这一切。没有跟任何人讲吗？决定之后应该说不多了，很少。就是我透露我有点想要离职，然后去后面的行程这样子。然后听到的都是大家说好啊，就是鼓励的方向。然后我才下定决心，
我要这么做。这是你第一次独旅吗？对，因为之前都是跟团或跟朋友。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大陆大家会看小红书，然后小红书上面就有很多女生自己独旅，去四川比较深山的地方。就是我就觉得大陆女生自己都敢了，那我有什么好不敢的？所以我就去了。但是你有在身上放一些什么防狼喷雾之类的？没有，所以你就很信任那个世界，你就去了。对，好有勇气哦，好有勇气哦！我突然想到要独旅的话，我身上要准备什么东西，我就想到防狼喷雾啊、瑞士刀啊。看地方，我也觉得好像看地方。如果是西藏，我好像会有点担心。对啊，西藏我觉得我会准备。西藏没有办法独旅，是后面才独旅，后面才独旅。对，那我简单说一下行程，就是前面。我25天的前面9天10天就是跟朋友去西藏，然后他们回台湾，之后我就留在成都，待了1个礼拜，再躲5·1的他们的连假，然后5·1过完之后，我就报了当地的团，又上山，就去四川左边有的深山里面，那边叫甘孜县，就是也是有藏传佛教的一些地方，那边有藏人，对，然后进山里面，四川很有名的景点一个叫稻城亚丁，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听过，没有，是一个其实没有看你文章之前，我也不知道，很合理，但那里就是四川一个很大的景点，对，然后。我就是报了那个团6天5夜，然后就跟一对上海夫妻跟一个司机，我们一台车4个人就上去了。这样。那你们藏人，你有跟藏人交流吗？就是浅浅的，因为前面在西藏都是跟旅行社，对，所以接触的就没有那么深，因为跟一团人一起出去玩，一群朋友，我们就比较多的交流是跟朋友之间。对，那后面的话，藏人就也比较少一点，因为比较深山里面的藏族，他们比较不会。没有那么会中文他们讲什么藏文吗？还是什么？对，就是老一点的年轻一点的都会，只是就交流不一定那么深，因为不是在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就没有这么会中文，然后也没有这么会跟观光客交流这样。对，那你到那边之后，你有什么比较震撼你的一些事情吗？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习惯，有点完全打破你的三观？有没有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？其实也没有到打破三观，但是就是西藏对于他们的宗教这件事，我还蛮钦佩的。就是他们就是拜就是达赖喇嘛，他们就是很尊敬，他们对佛教这一切，我非常敬佩。因为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大昭寺，就你们应该有听过。有，最近有看到那个 YouTube 也有人去，就是去那边呢，我有看到。对，因为大昭寺算西藏很重点的景点，跟布达拉宫、大昭寺都是最重头戏的观光客会去的地方。然后大昭寺它就是整个拉萨地区，拉萨是西藏首都，拉萨就是可以说是因为有到大昭寺，它才有整个拉萨。对，因为大昭寺里面拜的就是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金像，就是当年释迦牟尼佛亲自开光的那一尊金像，全黄金打造的。那你觉得很震撼是什么？为什么会觉得他们很钦佩他们的宗教？他们拜佛这件事非常虔诚。有很多招式嘛，就很多他们的拜是整个人这样子扑下去的，对，会整个扑下去。我好奇那个膝盖会不会动？它不是我们就是这样怎么讲啊？不是膝盖这样蹲下去，它是整个人泡盖。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婴儿式是吗？我好像有，他是整个人躺平的那种状态。对，因为他们还有护膝那些啦。他们就是好痛哦。他们会从假如我住在拉萨之外的地方，他们有可能会为了要拜家里的人，让他们更好，会从他们住的地方一步一步跪拜到。要跪拜多久啊？这样直接跪拜到那个喜马拉雅山。不是，刚才说的大昭寺哦，从家里跪到大昭寺，对，有可能花几年。
就是很虔诚的人是有可能会这样做的。那是说中途可以去吃饭啊，去别的地方也是可以啦，还是要休息，它是一个旅程，就是对，是一个旅程。那这样是住在路边吗？路上应该会有人都会协助，因为这不太，因为他们所有那边的人都会是这样的形式，所以他们其实就看到有这样的人在拜，就会给他一些物资，这样吗？还是有香客大楼那种地方可以让他入住有可能，我也觉得好像蛮有可能的。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。对，但是那边的人都会互相帮忙。总而言之，他们就是会从家里跪拜到大昭寺，然后这是一个很神圣的行程。对，但也不是所有现在都会这么做啊，就是会有人这么做。对，然后大昭寺外面也都是会有人这样子去拜他，好虔诚哦！天哪，对，然后就看到他们那些，就会觉得他们那些行为就是哇，天哪，真的有点无法想象，就他们心中的那种对，就是那种崇高的那种信仰。对，就是绝对的相信。对，所以你其实花很多独旅的时间都是在成都跟后面的上山的那段，对，那段也算独旅，也算吧。你说跟团去？对，报当地团。对，然后就上山，也是一样上高海拔。对，你都是到那种4-5千海拔的，我就觉得哇，而且是要带氧气罩。就是你缺氧的时候再吸。你很喜欢山是不是？超爱的。难怪你会上这么多山。对，你去了很多很高山，然后你说你是不是也不太？你原本来不知道他们那么高。那个应该是说，我后面报的6天5夜的行程里面，稻城亚丁是一个也是很有名的景点。对，但我本来以为它就像日月潭那样是一个很大的观光景点，游览车坐进去就可以绕一圈之类的。结果我们前一天司机就带我们去买氧气，我想说为什么要买氧气？你害怕了，开始害怕。结果是要带氧气上山，因为它从海拔4200要爬到4700，然后再爬下来，然后爬一天，就那一天都在爬山。他的爬是坐车子吧，对不对？就是车子会先开进山里，开进去之后再走路爬上去。所以要走路。对，所以你在很高山的状态下，必须不能太兴奋，因为你会没有氧气。没错，你要很平静的走完，这样子吗？对，不是说没有氧气，而是怕你走的途中会缺氧。而且高山症的会有点严重，会很严重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你还蛮幸运的。对，确实就是大家说，你也是住在高山，高山症好像严重会到呕吐，或者是没有意识，或者是发烧、低烧。因为就进西藏前如果感冒，就是你如果知道你要进高山、进西藏，那1周之前千万要让自己身体不要生病，不要感冒。其实还是有点风险去高山上，好危险。对啊，其实还是有，因为它还是会有急性的，就是很突然的，就有可能因为高山症就离开。也都有。然后我突然觉得，是不是要趁年轻的时候，赶快去一些像这种海拔很高，或者是有点小小危险，因为老了上去有安全吗？很喘，就是。但是你那个夫妻跟那个司机应该年纪也不小吧？就是司机是当地人，他是带观光客的。然后那对上海夫妻大概40几吧。对啊，40几，对，还可以吧？就是，但应该不会有那种可能60左右的人会有吗？会有这类型的观光？还是会有，只是。那些就是旅行社会特别关注。对耶，对，因为进西藏的话，台湾人一定要跟团。对，那旅行社就有义务去照顾你。台湾人一定要跟团，原因是什么？他们的规定，对他们的规定。对，所以就是一定要报团。这样。台湾可以报，那。也可以，像我是找当地的旅行社，了解。对，那你那时候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挑战？就是刚刚其实说身体上应该是还好，那有没有其他面向，不管是心境上面会有点恐惧，还是有什么突发的状况让你有点觉得handle 不过来？还是还好？其实我这一趟很顺利哦，所有事都很顺利。我连看那个珠穆朗玛峰，都有看到，然后一点点日照金山，对，然后那个珠峰的邮局，因为我们导游说他爱开不开，然后我也遇到，就是他有开，我可以买到里面的明信片。哇，你是人品爆发我觉得我在做好事，真的，我那时候真的很幸运，我只能这么说。
天哪，那这个大家会因为这样，然后觉得好像蛮顺利的，就去西藏？没有一定哦，没有一定看得到。对，要先讲好对，然后我后面又去，就是那6天5夜上山的时候，我自己抱团上山的时候，里面有一座山叫贡嘎山，它也是很难看到。那个你说很难看到山顶，对，山峰很难。我们那天也只看到1分钟。哦，这么我们等了很久。哇塞，是因为云层很厚吗？对，然后风很大，然后云很厚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等它风吹过来，云飘走，露出峰顶的那一刹那，我们等很久，然后一等到我们都超兴奋。所以你跟其他的团，就是其他的旅客也一起变成朋友，算是吗？算跟那上海夫妻还蛮好的，然后现在姐姐很照顾我，她就看我一个女生，对。就是本来我是预期我抱团的话会有其他跟我一样一个人的女生，结果完全没有，好难过。没关系，你有夫妻照顾你。对，我就夫妻，因为因此这样，我就一个人升了那个房间，升等成单人房。对，就是我要去加钱。哦，你还要去加钱，被迫升等的意思吗？被迫升等，但是蛮爽的啦，就被迫升等。哇，那我想问你，这一趟去1个月总共花多少钱？其实我不敢细算，所以你没有算过。我大概粗略算应该12到14，我觉得12到14好像没有比我想象的少哎。对，因为我们团费都包吃住这样子。没有吃，就是西藏那一团，我们团费3万多，然后机票4万，所以7万多，对，西藏那个时候，然后我后面6天5夜的团费也才1万3。6天5夜1万3，对，为什么便宜？因为当地旅行社很便宜，就是没有含机票那些，就是只有在当地。你是去哪里找当地旅行社？网络上还是问别人？淘宝啊，淘宝上可以找。真的然后他会转到专门旅行社的飞猪旅游还是飞猪什么的。那为什么不是直接去什么飞猪旅游找，而是你直接去淘宝找？是因为不知道哪个旅行社可以？小红书推荐，小红书推荐我反而有点不敢，因为我找淘宝是因为它是第三方，但它会转到飞猪。对，其实搞不好可以更便宜，你其实搞不好被赚。对，但是已经很便宜了。因为当地我在那个稻城亚丁的时候有认识其他女生，她们就跟我说我的团费报得太贵了。可是我觉得已经不贵，我觉得不贵，但她觉得我报贵了。真的对，然后她说我有在那个券程上面买。券程，因为他们大陆有一个他们的旅游 APP，就有点像我们的 Booking.com 那种，Trip.com，对，它是 Trip.com 的中国版，对。然后，我在上面有看团，但我最后，对我最后应该是在这里买的，不是在飞猪我有看到，所以你是在 Trip.com 上面买的中国版的那个网站上买的，那叫什么券程哦？对，在券程买的，应该是今年券，好，对，在券程买的，因为在那边他们当地人会觉得比较贵，在那边，在那个 App 上在券程的上面，他们会觉得比较贵，他们都会直接去，例如说飞猪旅行社的网站，或者他们会去更多他们中国那边的对，但因为我只能看，对我只能看国际的，我们熟知的网站，所以我才从那边买。那他就觉得我在那边会买贵，对。可是对我而言那是保障，确实是。那你觉得你是 T 人还是 P 人？在旅行的规划上面，我是 P，所以你其实也没有准备太多，就是你也没有太多紧张或是焦虑的感觉，就是反正就跟着团走这样子。对，我是很 chill 的人吗？对啊，你很 chill 我是只会看大方向。就是因为大陆很多地方他们博物馆要预约，所以这种时候我才会去挑日子去预约博物馆。那预约以外的我就会随意的走。但是那你的那个旅馆都是当天订吗？还是你其实还是会订好？我会先订代表你是有一点规划的 P 人。对，我是有一点规划的。因为如果真的 P 人，应该是当天才订那些东西吧？因为第一次这样做，我不敢太 P。对，我如果常去，我就会这么做，我就有安全感，我就会知道我一定有地方住。
但是因为第一次这么做，我不太敢太放肆。确实，对，而且早订有一个好处是比较便宜。对，好像某些饭店当天订也会很便宜，就是晚鸟的概念。对，早鸟或是晚鸟，可是晚鸟就是有点会紧张，不一定有位。对，或者你最想要的没有了，对之类的。我觉得独旅对 J 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你会很焦虑，没办法控制很多事情。就是因为你要规划好多事情，所以要在 T 跟 P 之间微微的控制。J 跟 P 对，你要控制大方向，但是你又不能太焦虑，因为很多东西你不能控制。假如说你不一定看得到山，没错，然后你的旅团其他乘客你也不能控制他们到底是什么样。没错，但就是有趣在这里，我觉得。那你跟那些团组吗？团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？你说我在西藏跟朋友的时候吗？没有，我说后来你自己独旅的部分。我觉得跟他们就还好，就是很正常的关系，毕竟他们是夫妻，我觉得就是保持正常的朋友关系。对，那你就是聊天都很正常。你有遇到什么不一样的人吗？还是你有认识什么其他人吗？在稻城亚丁，我跟好几个女生聊天，因为他们听到我是台湾人都会很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少见是第一吧，然后第二是我们讲话对他们而言软软的很可爱他们讲话好温柔。我知道大陆人好像都会这样，那他们讲话真的是很，因为他们腔调很重，所以很霸气的声对，音。就是那个这样啊，就是那个看。就是北京腔，他们不是都会很铿锵有力？对，铿锵有力啊！你说什么？太温柔了，太温柔了，那多凶啊！对他们而言，我们连骂脏话都很温柔，真的假的？但那边会有治安的问题吗？蛮安全的，蛮安全的，很安全。是哦，对，因为他们摄影机很多。很安全因为他们有那个，大家都那个，对，那你有没有很小心你的任何发言行为啊？会啊，所以我很多东西是回台湾才看的。没有，就例如说，你可能讲你是台湾人，是可以讲你是台湾人吗？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讲哦。对，可以。他们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讲的？年轻人都会很开心。那就我认识一个台湾人，然后他们就会很开心，然后就会一直想要聊天。但他们会问你一些很尴尬的问题吗？会啊。那你怎么回？我也想知道。年轻人还好，是长老一辈的比较容易。他们就是像我在稻城亚丁就遇到一群，他们叫大爷，对我们而言就是一群长辈60几岁的。然后我就不小心说我是台湾人，然后他们就眼睛先放大，然后就用他们的方言，然后就讲了什么我就是一些敏感的话，然后就很雀跃看着我，就直接问我说：“我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看我们的这样子。”那你怎么回？感觉回的不好就会被杀掉。然后我就假装听不懂，然后就去假装若无其事的找其他人，这样就没有去看他们。所以你是逃避掉，就逃避掉了。对，直接没有回这样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回答会很危险，对啊，所以你其实只是讲所以我刚才问说台湾人可不可以讲？你看，可以，只是讲台湾人那群老大爷就是他们会很，他们只是出于好奇，他们是出于好奇，对，没有怎么样。对。但大部分年轻人真的都是很开心的，就是很像认识新朋友那种，没有认识过这个省份的人，对，就是他们会很开心这样子而已。对，而且所以我们还蛮喜欢在那边交朋友的。对。但回来会联络吗？还是就是仅止于旅程的联络？我的基本上都仅止于旅程。对，就是因为他们都用微信，然后我们用 IG，所以蛮难继续有互动。对，哇，蛮酷的耶。那再延续一下，因为刚刚其实讲很多很有趣的一些体验，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带回到台湾，然后还是觉得有带给你启发的一些灵感或者是想法？那感觉可以讲到分享会这一趴。好啊，就是原本在西藏走完那个旅程，我其实心里有很多想法，因为我回来之后我是裸辞嘛，所以我回来之后是没有工作，我就在家沉淀。我沉淀比我想象中还久。怎样叫久？对，你就花了多久的时间？2-3个月吧。对，我原本想说我回来1个月就要去找工作了，结果我沉淀了2-3个月，我就一直去看那些文献资料，然后才去办了方格子，去把一些心路历程分享在上面。
对，就是都是在那个月内做的事情。然后但我觉得好像还不够，就1年之后，就是因为我当时找了另外一份，裸辞后去西藏，然后西藏回来之后，我沉淀了3个月，我又找了一份新工作。对，那个工作后来也不是很愉快，然后离开那份工作之后，就是今年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为自己做点什么，我就办了西藏分享会，就想要再把之前的那些故事再带出来分享给大家，然后也算是我送给我自己30岁突破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，30岁的礼物，这样。对。我想问一下，像你刚刚在西藏那一部分，你觉得内心是有一股澎湃想分享？那你觉得那股澎湃是什么点让你那么澎湃想要分享？就是所有的旅程吗？还是你是想要分享你独旅的这个精神，还是哪一个面向？我觉得比较是对于西藏这个地方大家都不认识，我想要带大家认识的这件事。那是哪一个点让你喜欢西藏，想推广？因为我就喜欢历史文化的东西，然后那边的神秘跟它的建筑的色彩我都超爱，就是应该说我不是只爱西藏，我是只要是任何历史文化都喜欢。但因为我这次去了这一趟的旅游，然后又做了很多的功课，让我对西藏有新的认识。你说像是你回台湾之后开始弥补他们的那些历史课，对，你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是连贯起来这样。对，虽然我分享会讲的也算浅，因为还有很多比较深的东西没有讲，但就是这也是我就是一个很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一件事，就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去做一件事情。对，因为我原本是想说，如果第一场办的不错，也许还有 Part 2，就再讲深入一点。但是感觉就是 Part 1好像踢完，就好像可以停止在这边了。那你分享的面向会是哪一些面向？就是你是带到历史的背景吗？我没有带很多，对，主要还是带，因为大部分的人，因为我有先填问卷。问大家对他的了解，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是没去过，对他好奇的，而不是已经了解很想更深入的，所以我就没有讲太多深入的东西，就是以怎么去可以怎么准备，然后基本的大点的基本介绍，然后带到一些我跟朋友们在那边发生的故事为主。那你在跟朋友们有没有发生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？我觉得我的朋友们都超棒的，因为我们8个人，你约得到8个人，其实很厉害。我也觉得，还同一个地方。我原本想说，你是4个吧？你是说服他们吗？还是他们本来就想去？应该是本来就想去，然后没有人揪，就没有人会提。然后当时我就丢到群组，我想去西藏，有人想要一起去吗？所有人都说好。哇，向心力好强的团队。还是我应该要丢那群组？我想去意大利，有人想去。因为有的朋友就跟我说，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是你问，也没有人会约去西藏的，所以我一定要跟。这个点蛮好的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会想去的地方都比较奇怪，他们就会觉得要跟。还有什么？您当时的选项还有哪一些？还是你其实没有其他选项？我当时没有其他选项，就是西藏，因为他们知道我喜欢，因为我之前也去过埃及，对，所以就是像这一类的地方，对，尤其是上千年的地方，就是我会喜欢的地方。那你好，回到你们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吗？就是跟朋友们，他们都很给力，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，这样爆料他应该没关系，反正他不一定会听这个节目。对，就是我朋友有一个姐姐跟我们一起去，然后我们是第一次这样一起出去玩，然后她非常的可爱跟有趣，她就她会，因为她是我们之中的姐姐，其实也大2岁而已，但是她就是会带领我们做一些事情，像是说，我们住的地方旁边有在卖奶茶，就是烤奶茶。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有时候夜市会有烤奶茶，就是上面会有香料，然后去烤，然后的一个饮料这样。然后那边就是有2个00后的，1999年的小哥哥在自己创业，在烤奶茶，然后他长得蛮清秀可爱，然后我们就去搭讪他们，然后就跟他们互动，然后跟他们讲话，然后
那个小哥哥就说：“哎，你们是我看过最甜的台湾姑娘。”小哥哥很会撩哦，很会把妹，好不好？明明听了就很油，可是却觉得哇好爽。小哥哥他想要卖奶茶，对他想要卖奶茶，所以你们有买吗？有啊，我们去2天，对吧？有你看成功还带了更多人，这就是业务啊！对，他发现台湾人很吃这一套，对，没错。然后我们后来，就是我们就很爱这样子的玩，愿意跟我们互动的小哥哥。然后后来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我觉得也很好笑。我仔细想想，我在台湾做不到。就是我们去看，就是那个店是像文创的店，然后他有卖一些手链跟水晶，那些小饰品。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看，就很想杀价，因为价格真的蛮高的。但他不愿意让我们杀。然后我那个朋友的姐姐，她就说：“来，姐妹们一起来，1、2、3。”然后我们所有人就一起小哥哥，好白痴。然后呢，结果那个男生就直接酥麻到他蹲下去又站起来，好可爱啊！然后觉得哇，这个我在台湾办不到所以是叫他小哥哥吗？对。是大陆人都叫小哥哥，对他们都这样讲，所以有成功吗？没有，因为他是老板。我刚才想说，所以他只是他只是个员工，但是就我的意思是，就是我们这样当下这样玩，居然有办法玩得起来，因为这个我在台湾绝对办不到。你们已经放飞自己了，对，反正之后不一定，下次去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对，但就是有时候到国外比较容易。不会有被框架的感觉，对，比较没有不会怕被人家看，对，因为这些是我们所有人回台湾都做不到，但是就那边就是做得到，这感觉回台湾可以继续讲好几年，很有趣。我觉得但我们所有人私底下都不是这种会温柔去撒娇的人哦。你们都是女汉子吗？对，哦，真的，对。但是在当下，居然我们就讲了这种话，哇！我至今还是觉得哇哦，对你们来讲是突破吧？对，很大的突破，对。这个蛮有趣的，对，蛮有趣的。那你们朋友有吵架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好优秀的旅伴哦。可是你们是自己规划，因为你们是跟团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如果都帮你规划好了，是不是只要 follow 比较难吵架？还是你们之前也有就是自助旅行过？我们这样8个是第一次凑，因为都是我认识所有人，但他们不一定认识彼此。哦，那才蛮刺激的。对，这样能凑起来也是蛮厉害的，很厉害，我也觉得。而且应该旅行过后，大家感情就会变超好的。对，就是只要看到有趣的东西，会稍微问候一下啦。对。那你好，我想回到当初你做这个独旅，你除了想要工作离开，你没有人生，还是你就只是想去玩？你没有遭遇到什么挫折？就只是当时的工作让我有点想换心境，对，有点不是很开心这样子，想要去新的地方闯闯看。对，就是一个因缘机会，就觉得差不多了，可以出发了，差不多可以离开了，就一个 moment。我发现好像就是你的这个旅程很顺遂，然后有点像是因为开心而去的旅程，并不是为了疗伤或是为了重整自己而去，比较是我有个想法，我想去了，然后我就去闯闯看，带着一个很积极的心去前进的感觉。我觉得可以这么说，对，就是好像是独旅这件事情，不一定要你有受什么伤，或者是你有什么失恋，或者是你要什么人生卡关你才能去。我觉得还蛮多人独旅都会是因为不好找到旅伴，你就觉得是这样，你不然你刚才讲这种，因为你要找旅伴很难绑手绑脚，那不如就自己去，就是更灵活简单。还是我想象中的独旅是大家是一定是平常不独旅的人突然独旅，就是有发生什么分手嘛？对，要去疗伤，不然就是什么工作很卡关，就是没有，他就是想要，我觉得你是想要去冒险，因为他是很踊跃，他就是不要别人跟的那一种，对，很踊跃。所以独旅好像分成蛮多种，然后听起来是你就是想要自己去冒险看看。对，我是这种，但是有的人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出门。哦，对，确实。那你平常就应该也是蛮会独处的人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就是一个人要去哪，我就觉得就直接去了。对，像今天就直接跑来了，就跑来台北，我觉得蛮猛的，真的蛮厉害，行动力很高。
你是 E 人吗？还是 I 人？我是 E 啊，对，他大写的 E 耶。对，他是 E 人，但是 E 人又很会独处，我觉得这蛮厉害的。如果你独旅没有人跟你互动，你会爆炸吗？不还是会。我就是会发到，可能现实动态会多一点啦，还是要有人跟你互动，只是看是哪个媒介。对，因为还是会有朋友跟我互动，在我 IG 上还是会有人跟我互动。所以没有他的分享欲就是分享会上面，就是因为像E人是一定要有互动跟分享嘛，所以他可能当下互动没有人太满足他的分享欲，所以他就带回到分享会。我觉得有一点这样子，我现在仔细想想，我觉得有他被压抑到了，他很多分享欲，但是没有因为当时回来的时候，因为你们应该也感受过，每次你从哪里回来，大家都在忙工作，没有人听你讲，没有人要听你讲，而且也很难讲啊，因为当下的感受只有你可以理解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那你出国回来是不是都很想讲？我就是很想离职，就是没有，因为你过去你在国外那种很开心的感觉，你要突然收掉，就会觉得有点，你会想要再拿出来看一下，但是好像我是不至于到会变成分享会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啊，他想要再拉更多人，就说你们应该要去这边看看。对，但一方面也是刚才有讲到，就是我想要挑战一件自己没做过的事，就是因为上一份工作真的有让我更不开心，是真的不舒服的离开，不是跟之前去西藏之前那样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是不一样的。上一次是真的超不舒服的离开那份工作，对，所以我很想要为自己做点什么，我才做这个决定。会不会也是因为那一趟旅程很开心，所以当你在整理分享会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又在下意识的再回忆了一次那个旅程，然后其实在准备的过程中跟你分享的过程中，你就已经很开心了。这个也有，这是快乐那个存折股息的概念，现在领股息，对，领股息。我觉得我一直在领股息，在50要回去，这样很好啊，这是一个长期投资，翻一翻。天哪，这样讲讲好了，我去意大利好了。他最近在犹豫要不要去意大利，但是因为他朋友在那，但是他可能会有几天会是自己一个人的状态。对啊，因为我其实没有特别向往独旅这件事情，就是我觉得有人分享很棒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可以独旅几天，但是那几天我还是要找人陪我，要找意大利帅哥陪我，很重要。对，但是你说帅哥很重要，帅哥很重要，心里才舒服。对，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一个人玩，我一定会无聊到爆炸，我一定要有人跟我一起玩。那你会介意是陌生人吗？我不介意陌生人啊，因为我就是打算到当地滑意大利帅哥。对啊，因为我也是觉得你可以到那边滑交友，或者是脆上说你在意大利，就会有人出现。脆上好像可以，我没有想过这个。你有尝试过这件事情吗？就是你出国的时候，在别的方式去找旅伴。我没有尝试过，但我后来有认识有人是这样出国的，我觉得很酷。你是说从台湾一起出国？就是在台湾在脆上找人。然后就一起出国。那要怎么审核面试这个人？要怎么面试这个人？就是他是不是正常人？他们可能会透过聊天之类的吧。对，因为我没有做过，但我有想过，但我还没有这么。这不是大好就是大坏。对，就是赌注。那我决定我要发一个。哇，对，可以，这很好，我觉得这会很好玩。对，我先发一个。然后如果我遇到的人，我都不想要。就不要跟他们一起，对。Oh my god！ 你现在是交给上天决定的，就是你要显化，快点，赶紧显化一个超棒的旅伴。如果这个旅伴很不错，可以，我也不想要每天都跟他玩，可以，就可以分散也可以。我想玩个一天就好，然后一天找意大利帅哥，然后一天可能好了，一天可以自己，我 OK， 一天自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第3季我们就等一下蜜儿的意大利行程，那个帅哥之旅，对，希望可以邀帅哥到现场。你知道我还有想过，如果因为我朋友只能可能陪我2天到3天，可是我要去7天之类的，然后我想说，那不然就1天一个意大利当地人，然后就可以比较，就是4个不同的。我觉得很你行程很不错。然后我也觉得，可是我又觉得天哪，如果那个人很难聊，我还跟他相处一整天，好累哦。那就是会不会有一个停损点，就是你们先去约吃饭之类？对，我觉得可以，要做，好啦，趁年轻，因为我就是没有向往独旅啊，虽然大家都在讲独旅多棒，我也认同独旅很棒，但是我就是喜欢跟别人分享，对，可以理解。那回到你刚刚说的分享会，你在分享会的整个过程中，你是有交到朋友，对不对？有啊，好棒哦！就是我从分享会之后，反而认识了很多也喜欢西藏的人。你说是因为分享会的关系？对，哦，对，然后有认识。
像我在台中场就有一个女生，她就是刚从西藏回来，然后就看到，也在 Acupass 看到，然后就跑来就是报名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上次有一起吃饭，对，然后还有其他朋友。但是他自己去过西藏，为什么他还会想再听一次西藏分享？就他也是有分享欲的人，意犹未尽。对，是大家都想有人分享。你知道去西藏会分2种人，就是一种是我有去过就好了，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还要再回去。你会再回去吗？我是会再回去的人。哇，代表你真的很喜欢哎。对，因为我还有地方没去，我还想要去转山啊，转山。对，什么叫转山啊？就是他们有一个圣山，冈仁波齐峰是他们西藏的圣山，然后他们每年他们常常会就是去绕着那个山去转，然后就是会有祈福的意思哦，你就绕着山头转嘛。对，所以转完大概2-3天，所以你等于说2-3天野营都在山上这样？对，就是都在山上吃住走，一切都在山上，但是就是要在高海拔走2-3天。你平常是有在爬山的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爱山成痴的感觉？我其实不是喜欢爬山，我是喜欢沉浸在山里，就是我沿途旁边的美景全部都是山，我就觉得我很有安全感，我被山环绕。你上辈子可能是鸟，我觉得我这辈子也还是很向往当只鸟，真的。对，那你这次想去西藏，你想要用什么不同的方式旅游吗？你说下一次嘛，就是去那个地方，不同方式。就你要不要尝试找当地的小哥哥？那边有流行这件事情吗？那边可能没有事可以让你发文。以目前，因为我们进去一定要跟团这件事，就一定会一样去找就是旅伴，对，而且要2进的人，不会是第一次去的。是啊，什么意思？因为第一次去的人，大部分都会去看布达拉宫看大昭寺、珠穆朗玛峰。但是2进的人，这些地方就不一定需要再去一次。对，哇，他这样很会把旅程分阶段就是你要达到这个关卡，然后你才能去下一关，好像蛮会规划的。因为应该说，如果因为像布达拉宫，我就不一定。我就觉得我不用再去一次，我去过1次就可以了。对，因为那里人山人海真的。对，旅游品质蛮低的。观光景点，但我是真的值得去，但是我觉得去1次就够了。去其他地方，把时间留给其他你没去过更有意义、更深入的地方。然后像我昨天晚上其实也是因为朋友的邀请，有去另外一个去西藏很多寺的一个女生的摄影展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昨天就在那边相聚聊天，然后就一群人，就是有去过西藏的、想去的，都在那边聊天，聊这个地方。哇，西藏的魅力好大。对，他把大家串起来，对，好不可思议！我就觉得的力量很有趣。就是刚开始只是想要分享，所以办这个分享会，结果认识更多一样喜欢这个地方的人，然后我们就认识。我好奇你当初办分享会，你有没有害怕没有人来要怎么办？你的恐惧点你怎么战胜它的？恐惧点应该是说，我不管人数多少，我一定会办，就是人多人少而已。而且还有一点是我旁边的朋友很爱我，他们不顾一切就是会来。我觉得为了他们，没有其他人我也会办。这算是一个你们的支持团很友善，然后力量很大。对，虽然有些支持团就是去西藏的那几个人。没关系但是对，就是觉得反正我做什么他们支持，那就是为了他们，我一样会去办这个东西。我觉得这样很好。那分享是只有你分享，还是你们8个朋友都有分享？没有，就只有我。其他人就当听众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虽然主要分享西藏，但是后面我第2次就是6天5夜的那一小段是只有我参与。因为只有他去最久。对，然后我后面也做比较多功课。对，那其他朋友是比较属于我有去过1次就可以了。对，他们不像你这么爱西藏。对，可能还会2进。对啊，目前好像应该只有我吧。这样对，代表你去这个旅程其实你不是在旅程中认识很多新朋友，虽然也是有啦，但是你回来之后的分享，让你连接变得更多，对新的朋友的连接是更强。对，蛮有趣。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说，在旅程中遇到什么人，后面联系什么，可是你是有一种
长尾效应，就是对，最终是从最尾巴的地方抓到连接，对，然后扩散出去。我觉得蛮有趣的，这个旅程蛮特别的。我觉得更像是因为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，所以把大家都串联起来。那我觉得因为你的状态也是很闪亮，所以大家就是那个共鸣会更高，就觉得想听想跟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有。不过当时我们团上也有其他马来西亚、越南还有美国人，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认识那边其他的朋友，对，然后回台湾就是认识其他去西藏的朋友，这样子。那后面就是我自己认识的了，对，蛮酷的，真的很酷。所以你现在应该觉得你很庆幸当初有办分享会，对，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做很重要的、很有意义的一件事，对我目前人生当中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其他的规划行程吗？目前短期是还没有哦，就是先这样子，还想着西藏。对啊，你现在还在想西藏吗？其实还好，我现在还想要去哪里，因为西藏是我喜欢，但是它并不是我人生的全部啊。对，但它是我人生放大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。对。好，那好，我们来收尾。好，就是假设你有一群人想去西藏，有人想去西藏，你会跟他讲什么？push 他前进过去。我觉得甚至是他如果是想独旅，但他有点害怕，你会怎么样对他说？你说对我说好了，对，就是你说西藏还是独旅不一样嘛？那不然你先说西藏好了。好，因为西藏不能独旅对，好，去西藏的话，我觉得不要害怕高山症，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害怕高山症，所以不敢去。对啊，对，但是不要害怕。因为那是一个症状，虽然它确实有几%的致死率，但是我觉得不要把那件事放大，你就是放松心态去，你享受的美景永远比你害怕那件事还要重要很多，对，所以真的不要害怕，真的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不敢去，对，好，但如果有高反的话，是可以先拿药先吃，是有办法避免这件事情发生吗？这件事的话，就是我们在去之前会先去西医，拿药，吃丹木斯，对，然后到现场不舒服的话就是吸氧，对，那还是很不舒服。我们酒店是升级有氧酒店，就是酒店里面可以吸氧，就是它是那种像医院那样子，对，直接灌氧气，对，所以还是可以解决的，对，就是吸氧。对，那真的更严重一点是会去医院吊点滴。你有高反吗？没有，我几乎可以说没有，它很轻微真的，你还是有一点，就是轻到跟别人比可以说是没有。对，太适合了。好，对啊，那换对独旅的人的鼓励。这个前提是那个人是想独旅还是不敢，不确定要不要独旅。不确定，你就把我当那个人啊！不确定，有点害怕，就是觉得好像也可以有点想，但又没有一定要。对，我觉得人生可以去享受你意想不到的结果，因为有时候你要踏出去才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就是享受那一份不确定性。好，对，虽然有的人就是不敢，他不愿意去，就。有些你没有接触过的事情，你会害怕，对。但是就是要拥抱这份不确定性的人生，才会有更多可能性跟有趣的事情发生。不错，真的很棒哎！而且说不定就会上瘾了。对，没错，我觉得有，我害怕上瘾。我觉得先不要上瘾，出国好贵啊。你台湾也可以独旅啊，台湾也可以独旅，一个人去花东。对啊，花东很棒。对，没错。对你是不是这辈子还没有独旅过？不算有。那蛮值得，可以尝试。2025年就剩下这几个月了，我可以先试一次，因为如果真的不喜欢就不要啊，就是这样而已，就先尝试才知道。没有，独旅这件事情在台湾应该很简单，对，只是因为这次我要去的是意大利，然后就想说意大利扒手比较多，对，然后我朋友行李在那边直接整咖行李箱被偷，然后我就想说。真的安全吗？保险买好一点，对啊，买高一点。行李箱被偷，我会疯掉哦，对啊，如果自己一个人真的会疯掉，因为没办法借朋友的东西。对啊，
对，就是要注意人身安全，感觉就所以很麻烦。应该说第一次的话，可以挑你比较心安一点的地方，你要先从你就直接打魔王了啦。对，你可以先从安全感。没有，他就是要打魔王，他叫我直接打魔王，他叫我直接打，因为我意大利就是一个想去的行程啊。对啊，然后他都给你这个挑战了。好吧，你再想一想，我再想一下。第三季揭晓。第一集就是意大利，要魔戒3部曲，还是我先去花东独旅啊？其实我觉得独旅虽然说台湾就很安全，就很安全啊，你会面对到不同自己的样子，因为你要规划嘛。像我跟你出门，我可能2个人都不规划，也好像可以，也没差。对，但是一个人你可能就会想要塞，或者是你有自己的节奏了，不用再依附别人。其实一个人感觉也可以更不规划。哦，对啊，也可以，对，也可以。其实一个人是我会觉得是更不规划，对啊，更因为就是你可以舒服到几点再出门，对，然后累了回家睡午觉，之类的。但也有可能很忙碌，对，就如果你很想去的地方很多，对，没错，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想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Lina 的分享，没错，谢谢你们的邀约，我现在聊得很开心。希望想去西藏的人可以勇敢一点，想独旅的人也可以勇敢一点。没错，都要做勇敢的人，这辈子不就是这样吗？好，那这么短，为了要做好榜样，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去意大利独旅。要去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